克里米亚大桥剧烈爆炸，严重受损。乌克兰复制蛛网行动。俄罗斯2大空军基地再遭袭，图95轰炸机被证实摧毁。俄空军司令传出自杀消息，乌蛛网行动执行者身份曝光。圣彼得堡军工厂突发大火，乌军远程导弹击毁俄防空系统。最新战况，俄军攻势陷入泥潭，乌军大反击震撼前线。英国紧急进入战备状态，俄乌会谈仅达成一项协议。泽连斯基出席B9加北欧峰会满载而归，多国加码援乌。北约调兵遣将，德国增派4万名军人，准备重启征兵。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近日，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行动持续升级，继蛛网行动重创多个俄军空军基地后，如今矛头直指克里米亚战略要地。克里米亚大桥突遭猛烈袭击，现场爆炸剧烈，桥头受损严重。这座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的重要通道一度被视为不可触碰的象征，如今却被乌克兰成功打击，或将成为战争进程的重大转折点。事实上，早在2天前，俄罗斯空军基地遭遇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之际，外界就已纷纷猜测乌军接下来会否将目标锁定克里米亚大桥。而这一切似乎早已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的计划之中。据悉，乌克兰在此次行动前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扎波罗热等地，营造出大规模攻势的现象，实则为后续的关键打击进行掩护。分析认为，俄军在机场遭袭后高度戒备，马柳克则正利用这一心理预期，声东击西，改用不同战术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突然袭击。目前大桥的受损情况仍在统计中，预计未来数小时将有更多细节公布。与此同时，乌克兰对南部战场的反攻力度也在不断加码。在赫尔松方向，乌军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导致超过150个城镇断电。当地官员称，变电站因无人机碎片坠落起火，引发严重基础设施损毁。克里米亚大桥被击后，俄军在南线的后勤补给链也将受到极大冲击，这无疑将为乌军下一步攻势提供战略空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空军力量的持续压制并未停止。最新消息称，又有2处俄罗斯军用机场在夜间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据俄军事记者 Fighter Bomber 爆料，当地时间6月2日晚，乌军对沃罗涅日地区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空军机场发动夜袭，多架无人机低空突入，俄军防空系统被迫彻夜启动应对。尽管 Fighter Bomber 称此次袭击未造成重大设施损毁，但已有人员伤亡。俄方至今尚未正式回应，具体数据仍在核实中。该机场距离俄乌前线仅约350公里，是苏34和苏35战机的主要驻地之一。显然，其遭袭对于俄军前线空中力量的支持将产生直接影响。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季霍列茨克空军基地也爆发大火。卫星图像显示，火灾范围波及大部分机场区域。该基地系俄第627航空团驻扎地。目前起火原因尚未明确。更具冲击力的是，在远东的乌克林卡军用机场，一架战略级图95轰炸机已被证实被摧毁。这处位于阿穆尔州的基地正是乌克兰情报机构计划袭击的5大目标之一。虽然此前外界误判此次攻击为自爆失败，但从 NASA 提供的卫星图像可见，机场跑道与预测区域有明显火烧痕迹，一架图95已被完全摧毁。这型飞机是俄军发射巡航导弹的重要平台，
其被击毁无疑削弱了俄罗斯远程打击能力。在乌克兰不断发动高强度斩首行动之际，俄军也加大了对乌境内城市的导弹轰炸。最新情况显示，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昨夜遭俄军弹道导弹突袭，一处工厂被精准击中，爆炸引发大火，过火面积一度超过6800平方米，所幸在消防队及时介入下，大火最终得以控制。各位朋友，大家听过 Surfshark VPN 了吧？它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商，同时它也是为大家在网上能够隐藏我们个人的所有行为动作，做到绝对保护个资不外泄的一个服务工具。如果您是常常在麦当劳、咖啡店蹭网的朋友，拜托您一定要注意了。这个公共 WiFi 吧，虽然方便，但其实超危险的。其实有可能骇客也同时正在看着你的荧幕，偷走你输入的账号、密码、email， 甚至你信用卡的资料。您知道吗？连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都公开提醒大家说，连接公共 WiFi 时一定要用 VPN 加密流量。所以别再傻傻的裸奔上网了，现在是该用 Surfshark VPN 了。它不只帮你在上网时加密，还有很多贴心功能。首先，你的 email 或账号密码一旦泄露，它会马上通知你更换成新的，以免被人利用权益受损。其次，它还能扫描你电脑上的病毒，并同时解除病毒，阻挡恶意网站软件来干扰你，帮你挡下危险。另外，你只要订阅一个账号，不限装置，全家的手机、平板电脑通通能用，是非常方便又实惠的工具。心动不如行动，现在订阅超划算的，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连结 surfshark.com/warroom 或使用优惠码 warroom 购买，可获得额外4个月的服务哦。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连 NSA 都建议我们用 VPN 加密上网了，你怎么还能不保护自己就随便上网呢？打个电话，人家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了，这怎么行呢？使用 Surfshark VPN， 保证你上网安心，工作愉快放心。赶快来连接试试吧！在乌克兰对俄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摧毁40余架战机之后，俄罗斯方面接连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最新爆料称，俄罗斯空军司令谢尔盖·科比拉什中将疑似因为未能有效防御乌军突袭，已于6月2日饮弹自尽。据一些俄罗斯军事频道透露，科比拉什是在基地被毁后，在莫斯科家中开枪自杀。也有其他传言称他是不慎从高楼坠落身亡。目前官方尚未发布声明，事件真相仍扑朔迷离。但在空军一天内遭受如此惨重损失的情况下，有人引咎似乎并不令人意外。与此同时，乌克兰发动的蛛网行动也浮出水面。据俄方情报机构披露，执行此次任务的主力人物是37岁的阿尔乔姆·季莫菲耶夫。令人惊讶的是，他拥有俄罗斯国籍，常年居住在车里亚宾斯克州，竟在俄境内秘密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震撼打击。俄方宣称，季莫菲耶夫掌控了参与袭击的多辆运输卡车，目前已对其发布通缉。不过，乌克兰方面却透露，所有蛛网行动的参与者都已安全撤离战场，成功返回乌克兰后方基地。目前，季莫菲耶夫与其妻子已经抵达乌克兰境内。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行动使用的并非普通武器，而是由乌克兰 First Contact 公司研发的新型 OSA 黄蜂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可携带 3.3 公斤炸药，滞空时间达15分钟，并能以每秒42米的速度迅速接近目标，令俄方防不胜防。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表示，此次行动共摧毁俄军战机41架，不仅有图22、图95和图160等战略轰炸机，还包括一架珍贵的 A50 空中预警机。而从卫星图像来看，仅别拉亚空军基地就有4架图 22M3 和4架图 95MS 被摧毁。尽管俄方宣称仅损失3架战机，
但卫星证据已无法掩盖事实惨状。单一基地损失8架战略轰炸机，这样的战果堪称前所未有。而就在俄军空军连连遭创之际，圣彼得堡也陷入火海。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6月2日，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的 Pikman 军用油漆厂突发大火，浓烟滚滚，如蘑菇云般升腾，覆盖整个工业区。初步估计过火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该工厂被曝一直为俄军航空装备提供专用涂料和清漆。几天前，莫斯科郊区的另一家军用油漆仓库也发生类似火灾。紧接着，俄夏洛夫哥罗德地区的扎沃尔日耶发动机厂也传出爆炸声。这家工厂是俄军前线发动机和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地，但目前多处车间已陷入火海。虽然官方暂未确认起火原因，但在乌军新一轮远程打击不断展开的背景下，外界普遍认为这可能是又一次精确袭击的结果。更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在前线的行动也在升级。乌克兰空军第39航空旅近日首次使用美国制造的哈姆反辐射导弹，成功摧毁俄军一套部署在前线的萨姆防空系统。行动中，一架苏27战机先行侦察，随后迅速发射导弹，命中目标后引发剧烈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同时，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部队也对俄军部署在战区的日捷尔电子战系统发动精确打击，一举投下10余枚炸弹，不仅炸毁该系统，还摧毁了附近的3辆军车。尽管乌军在纵深打击上频频得手，但在前线，尤其是苏梅州北部，战局依然焦灼。俄军试图在此地建立一条大约20公里的缓冲带，为火炮和无人机攻击提供安全距离。但乌克兰方面表示，尽管俄方攻势稍有减缓，这一方向的战斗仍然复杂且激烈，乌军正全力阻击俄军推进。2025年6月3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196天，战火持续燃烧。根据乌克兰总参公布的数据，截止6月2日晚上10点，俄乌两军当天共发生117次交火，其中战斗最激烈的依旧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36次，莱曼和新帕夫利夫卡方向各15次，而库尔斯克方向韩北线边境也有19次激战。在苏梅方向，俄军原本高调推进，意图快速攻下苏梅州，但如今由俄第98空降师、第76空降师部分兵力、第2近卫摩步师以及810海军陆战旅等组成的突击集群却陷入全面停摆，原因极为直接，后勤崩塌。乌军精确摧毁了负责补给的所有铁路桥梁，俄军后方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公路运输根本无法满足一线部队的巨大需求。如今，俄国防部已下令节省弹药与生活物资，能不开炮就不开炮。原计划7天推进至苏梅市郊，如今已数个7天过去，俄军却还在康斯坦丁尼夫卡村附近原地打转。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 指出，虽然俄军调来工兵尝试修复桥梁，但在乌军特种部队的高强度破坏下，极可能被迫撤退。据旅居俄罗斯的华人军事博主卜兹报道，乌军在空军支援下，已在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控制超过300平方公里的领土，态势极为强势。而在库尔斯克方向，根据乌克兰华人军事博主指乌军绘制的战术图显示，双方围绕一个约60平方公里的乌控区激烈拉锯，战局持续焦灼。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与俄罗斯志愿兵团 RDK 昨日联手发动反击，重新夺回了东南森林地区的多个阵地。利曼方向，俄军在新留比夫卡至挪维村一带早前形成突出部，但1个月过去，关键节点诺维村仍被乌军牢牢把控。托列斯克方向，俄军在48小时内拿下达奇耶、佐里亚2个定居点，但离战略目标康斯坦丁诺夫卡仍有数十公里。
沿途是宽广雷区与乌军布设的4道防线，防守兵力多达18个旅，外加4个突击团。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俄军半年内难以突破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战场。俄军虽在东北方向推进至米罗柳博夫卡和诺沃莱尼夫卡一带，但只形成了突出部，并未稳定战线。乌军则在西南方向强力推进10公里，迫使俄军步步后撤。中部战线设甫琴科至格鲁吉夫卡基本稳定。据卫报驻前线记者报道，乌军6月1日至2日连续收复南科特林涅5个村庄，推进10公里，称之为阵地战中极为罕见的速度。这一战况在陆媒和俄军中讲普通话的雇佣兵狼血龙魂连麦时也得到了印证。听说你们在红军村南翼推进了不少，打得不错呗。几个月的进展，2天就被清零了。真正的战场和电影里是不一样的，乌军根本不好打。他们把所有的林带都变成了阵地，一间破房子就是一个战术支撑点，多如牛毛的支撑点需要一个个慢慢清除。他们一个班2挺机枪、2具反坦克武器和数十架无人机就够我们忙活了。穿过雷区和乌军的拦阻炮火加无人机后，我们的100人往往就剩50个人了。每次出任务都是拼八字。在南顿辛帕弗利夫卡一线，俄军推进微弱，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攻下乌赫勒达尔后一直未爆发高烈度的战斗。赫尔松方向前线冻结，几乎无战斗发生。这就是俄军夏季攻势现状。军对其后方目标的持续打击，已开始对前线作战产生实质性影响。俄军的后勤补给系统正变得日益紧张和脆弱。俄乌战争的持久化正在彻底改变欧洲的战略格局。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5月3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重磅发文，宣布英国正式进入战备状态，军队将全面准备现代战争。斯塔默直言，这就是受到了俄乌战争的影响，所以伦敦乃至欧洲必须为应对现代战争做好准备。接下来，英国政府将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计划到2027年，国防预算要增至 GDP 的 2.5%。此外，英军还会制造12艘潜艇，新建6座弹药工厂，并储存多达7000枚的远程导弹。更为关键的是，投资150亿英镑用于核弹头。与此同时，德国也紧随其后。图片报称，德军将全面加强防空能力。军方高层表示，必须为2029年前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并计划开发新型远程打击武器，性能超越现役的金牛座导弹。另一方面，在土耳其举行的第2轮俄乌会谈已结束，虽然谈判气氛冷淡，但双方同意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换俘行动，共计约1000至12000名战俘，包括所有重兵战俘及25岁以下人员。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与俄方代表梅金斯基均已确认该协议达成。更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方面提出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内容如下：首先，国际社会承认克里米亚和乌东4州为俄罗斯的领土，乌克兰在今后保持中立并限制军队规模。其次，在双方停火的30天内，乌军从乌东4州撤出，并尽快进行选举，再签署和平条约。最后，西方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基辅几乎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6月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受邀参加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布加勒斯特9国 B9 加北欧5国峰会，成果斐然，可谓收获颇丰。本次峰会规格空前，包括来自中东欧的 B9 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以及北欧5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更有北约秘书长吕特应邀出席，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高规格会谈。峰会结束后，所有与会国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政治与经济支持，并积极响应
欧盟关于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决议。这显示出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前所未有的团结。其中，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3国更是代表所有北约与会成员国公开表态，我们坚定支持乌克兰全面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包括加入北约的决定和承诺。乌克兰有权自主选择其安全安排与国家未来，不容外来干涉。泽连斯基在峰会期间透露，多国已同意制定新的军援计划，尤其在无人机与国防工业投资方面达成共识。未来战争期间，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所生产的武器弹药将优先供乌军使用。参与投资的伙伴国将在战后获得补充军火的优先权。峰会期间，挪威总理斯特勒宣布，将承担乌克兰2025年冬季天然气缺口的一半，价值高达10亿欧元，同时也会额外拨款支持乌克兰无人机生产。芬兰总理奥尔波承诺将加大对乌克兰本土武器合作项目的投资，标志着北欧在乌克兰军事复兴中的积极角色。新任罗马尼亚总统库索尔丹表态称，乌克兰完全可以信赖罗马尼亚，该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泽连斯基还与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了私下会谈，讨论深化双边合作、联合施压俄罗斯以及经济协作事宜。两人私交甚笃，被外界誉为国际政坛的友谊典范。杜达即将卸任，但继任者纳布罗斯基来自相同政治阵营。泽连斯基在其当选当天便第一时间致电祝贺，显示两国关系将持续稳固。北约秘书长吕特也专程前来维尔纽斯出席本次峰会，并与泽连斯基进行闭门会晤。吕特透露，泽连斯基已接受其邀请，将出席6月24日至25日在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双方还就北约援助乌克兰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一议题正逐渐成为北约援乌战略的关键支点。北约也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部署。据路透社消息，北约拟要求德国增加兵力4万人，相当于新增7个旅。这将成为北约整体军事架构扩张的一部分。目标是将现有80个作战旅扩展至130个。德国政府随即表态，计划将联邦国防军从当前的18万人扩编至26万人，并有意在1年内恢复征兵制。德国防长皮斯托里斯明确指出，这是俄威胁升级与北约防务需求的直接反应。5月28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与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德国将提供50亿欧元资金支持乌克兰，并将与乌克兰在其本土合作生产远程导弹，包括传闻中的金牛座巡航导弹。这项合作标志着德乌之间新型军事工业关系的开始，部分德国导弹生产线将直接搬到乌克兰。随后，俄方放话称，如果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俄军将攻入柏林。此外，5月22日，默茨与防长皮斯托里斯共同出席了德国陆军第45装甲旅在立陶宛组建的仪式。这是德国自2战以来首次在国外部署常驻军队，也象征着德国与波兰一道，正成为北约东翼的核心地面力量。从无人机到远程导弹，从能源保障到军事联盟，泽连斯基此番维尔纽斯之行不仅收获了数十亿欧元级别的援助，也进一步夯实了乌克兰与北约、北欧的战略绑定。随着俄乌战争进入深水区，欧洲集体安全架构也正在重塑，乌克兰已不再是孤军奋战。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